彰化有一家开业超过80年、传承4代的肉丸店，第3代老板罹患癌症，老板娘得一边陪着先生跑医院，一边扛起店里的生意，蜡烛两头烧。在美国工作的女儿决定要回家照顾父亲，也想减轻妈妈的重担。而女婿也不顾自己父母的反对，跟着回到台湾，跟着岳母一家人在厨房里忙进忙出。虽然父亲最后还是离开了，但是至少一家人聚在一起，互相陪伴，也没有留下遗憾了。香菇肉圆，好，我67年嫁进去他们家开始接手，就做到现在。薛英美是肉圆店的第3代老板，婚后和先生一起从公公手中接下养活一家人的家业。最早是日据时代是招打，是这样子推着担出去卖的。那时候以前要跑警察，日据时代是不能卖那个，但是以前是包肉，一点点的肉末加菜，因为要去黑市买那个肉末去拌，然后就是，民国光复之后开始有肉，就整个都是包肉了。油泡肉圆的做法传承至今，把蒸熟的肉圆放到2种不同温度的油锅中低温油泡。他们家的油泡比较厉害，是吃起来不会有那种油腻感，然后又有那种软软糯糯滑顺的感觉。最早都是先油泡，它那个温度不能太高，因为地瓜粉你温度太高，怕说会缩起来，就不好吃了。一定要是清明节前的粉，所以因为它的含水量会比较低。忙着舀起地瓜粉浆，包覆满满馅料。她是薛英美的女儿杨雅兰，之前在美国当职能治疗师，大好前程才刚开始，爸爸却罹患癌症，家中大小事妈妈一肩扛，她实在不忍心。一开始会有一种好像会有点后悔，可是后来爸爸去世的时候，我觉得啦，我至少我有花到这段时间这几年，然后我有陪伴他这样，我就觉得好像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。杨雅兰的先生林炳浩当年在美国的连锁餐厅内场当副厨，也选择放下海外工作回来台湾。他去念书，然后我在那边认识他。那时候后期说要回台湾，因为爸爸好像癌症的关系，所以需要回来帮妈妈。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说，我可以跟他回来看看。不要，不准。他觉得说，我在美国，让你在美国念书，你要在美国有工作，你干嘛还要特地跑回台湾？跑回台湾工作就算了，你还去做吃的。我来的10年内，他已经用了第3支了。认真又耐操的林炳浩很快得到丈母娘的真传，如今备料大小事，特别是费力气的事，他都能一手包办。米浆预热，它会变结块嘛？那你要一只搅一只搅，就是要让它 mix， 不要让它结块。从美国的厨房进到台湾的灶咖，他起初也不是什么都懂，但为了家人愿意拼尽全力，和丈母娘的互动也起了微妙变化。我来这边做的还不够多吗？好多哦！叫你多请一个男的，你不要。请那么多来干什么？至少有人可以帮我做，不是什么都叫我做啊。我们不喜欢。这不是你好戏吗？可是你们很像，我说是不是恭维那种？应该是调那频率很像。我去美国有可能已经习惯那边的文化，我们变得习惯讲话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出去大家都会觉得我是儿子，然后我老婆其实是媳妇。他们2个的对话方式很像妈妈跟儿子，然后我反而就是在旁边看他们这样。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？心里感觉说哦又来了。擦完了是不是要放回去？那你就弟子夫妻了啊怎样？很多做事的方式也不同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开始会为这一点点小事会去争执，吵得凶啦。我岳母就说：“我做40年了，这是我的手感，这是手感，靠手感，谁在给你称重啊？你等于你做1-2颗，我都已经做5-6颗了。”他就会这样讲，但是
我觉得我知道这样有可能速度会拖慢一点，但是至少你的品质稳定性会维持在那一边。但俗话说，丈母娘看女婿会越看越顺眼。两人拌嘴后，最后妥协的通常是薛英美，连肉圆的口味都愿意放手交给女婿研发。改用鸡肉以后，我就觉得，那个口感很嫩很滑，而且它不会油。我说那为什么不试试看？然后那时候就试就看，结果没想到，真的就这样弄起来了。少见的鸡腿肉圆是因应猪瘟危机一度买不到猪肉，顺势发展出的口味。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吃猪肉啦，所以我鸡腿肉圆我有卖的话，我就很常来吃了。很喜欢吃那个鸡腿肉圆啊，对啊，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蛋黄肉圆，我也蛮爱的，就是它有半颗的那个咸蛋黄在上面。香菇是最基本、最传统的，然后蛋黄跟干贝是我岳父开始。我岳父那时候他也创新，就是干贝跟蛋黄。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女婿承继了岳父的风格，不仅把店面改造成动线顺畅、明亮宽敞的空间，没事也会窝在厨房研发。而传统猪肉馅料做法，则是由岳母把关，一步一步教起缸。这是酵素猪肉，是切成块状的，另外是有一些片的。腌料是我们从上一代就传承下来的，那些中药啊那些料，然后我们用糊底油下去拌。馅料是肉圆的灵魂，只要酱料和肉的比例有一点点不同，就可能走味。做肉圆一辈子的薛英美，不时会想起那些为生活奔波的老客人，到店里歇歇脚，吃上一碗肉圆后的满足神情。以前我们彰化是山海线交汇地方嘛，所以他们很多是那种货运的那个司机，他们有时候南货北送啊，北货南送，所以到彰化都会休息，或会过来我们这边吃饱玩，饱足感够，而且比较不容易饿。而具有在地特色古早味的炖鹿，也是从上一辈传承下来费时费工的美味。猪肚是我们婆婆他们那时候的，他们就是老一辈的喜欢做那种猪肚，喜欢用酸菜下去。除了每天坚持熬煮酸菜猪肚汤，这里还找得到名称听起来有些奇幻的龙髓汤。龙髓是猪的脊髓，它只有一条脊髓，所以我们一条脊髓只能做2盅的那个龙髓，蛋的比例都是有调过，尽量像日式的蒸蛋。这些老味道里藏着他和先生一起为家庭打拼的回忆，更像是一种超越时空的联系。这家店是我会继续做，是因为是觉得先生还是的精神在这边，所以我会想说，我继续做，好像他还在。有了女儿女婿陪伴，他满心期待这家走过80个年头、创造无数回忆的老店，能在一家人的努力下继续前行。